看看今天小狼再次给大伙做一个 TAS 的经典回顾啊！由于很多小伙伴好像没看过这个经典回顾，那这个回顾是什么呢？就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双赵云的禾苗啊。双赵云的禾苗呢，之前我是做过一次，为什么要重新制作呢？因为咱们这一次的这个黄奶哥啊，跟我狼说，哎，这个听我狼说了有一首双赵云的禾苗啊，没见识过啊。今天给大伙再经典回顾，由于是 TAS 表演啊，也是咱们的 GXQ1234566大神的，之前我是做过一次啊，很多人说那你不反复重复投稿了吗？啊，当然这一次呢，第一我是这个确实也说了经典回顾啊，第二呢，上一次啊，它是一共出了2个版本，一个呢是为了区别2个赵云不一样。一个赵云是蓝色的，另外一个是银灰色的啊，银灰色的赵云啊，把它给区分了啊，也就是让你知道哪个是1批赵云，哪个是2批赵云。这次不一样了，这次呢我就把它做成原皮赵云了，都是蓝色的。虽然说不好分辨，但是它看起来可能更爽一些吧。这样的话也会让很多的这个，比如说你像这个什么头条啊或者 B 站啊，它在审核的过程当中，它会告诉你，哎，你这个稿是不是投过了啊？你投过了，反复投稿，然后这个审核就会告诉你，你这个可能会限制你的流量。当然呢，我不希望这种事发生啊，所以说也就换了个皮啊。当然，即便是不换皮，已经好几年没有人啊这个做了啊，就没有人看过啊，就是可能很少有人翻以前的视频看。我重新制作一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主要是现在我解说的能力，那就非常了解它的这个 TAS 方面的内容了啊。当然，其实也没几年。这个呢，可以看到上来先把那个女的一顿胖揍啊，无所谓的事儿啊，反正加血。TAS 的话呢，重点的一个字就是帅。你们也看到了，这个虽然说是1个人打的 TAS， 但是呢，操纵双人也是没有问题的。这个指令都是已经是编辑好的。接下来看看落地，先手爆气，可以双白鹤啊，看看。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要双白鹤。前锁大棚，捡起来，追地一挑。没有，这边不爆气，那肯定是没有白鹤的，是利用第2个赵云啊进行爆气。第1个赵云呢还是把第2个赵云进行追地啊，第1个赵云还是爆气的效果，需要1个爆气，2个人互相配合。2批主要是追地爆气的路子啊。然后双方这么打呢，尽管是2个赵云，但他们禾苗20有的时候也是需要升级和爆气的啊，这点也是非常重要的。2个赵云赖就赖在他的这个，我就记得双白鹤这个连招啊特别的过瘾。2个赵云怎么选出来啊？这是玩赖选出来的啊。当然，再有一些完美版什么的也可以直接选，就是完美版现在是可以选的啊。原版呢选不出来，但是可以通过作弊的方式选啊。当然，这个作弊仅仅是选了2个一样的角色而已，并没有说调什么攻击力啊、等级啊、什么宝什么的啊，这个没有，这纯纯就是为了玩而玩的。不仅我解说过双赵云，我还解说过双张飞啊。当然了，双张飞呢那个没玩赖啊，那个因为是1个魔张1个普通张飞啊，还有这个双黄忠啊，这都是很正常的啊。但是其他的角色2个一样的，我觉得关羽和关羽可以打一个 TAS 双关羽的禾苗，不知道好不好玩啊？没玩过啊。但是2个关羽他也秒不了20，TAS 的话也不好秒。这个因为左慈不好秒吧，没办法啊。这个左慈这块对关羽来说就没法说，而且你2个都是关羽，那就嘚儿了啊，那就嘚儿了。所以说2个关羽可能没有人做，就是因为秒不掉左慈吧，没有方案啊。也不知道这个神仙比，然后神仙变，然后有没有可以通过某种方式，这我不太清楚啊。但是这就不清楚了。如果行的话还可以，没有的话我也没招啊。好。这个跳过来打这个马也必须需要一手这个升级爆气的，但是这边的话2个人只有1颗气啊，2个人只有1颗气，那这就有点难受了。好，这个用这个挑的话是不加分的啊，只加气儿不加分。这样的话呢是利用什么标哪吒滚轮升级爆气，正好。很多人说，哎，不对呀，按照正常来讲呢，好像除了诸葛亮之外，用普通的哪吒滚轮是不可能秒到这个 BOSS。这句话说的呢，这个没错，对吧？没错，又有错。虽然说呢，没错，是因为诸葛亮呢确实是可以只需要1个毒标，然后哪吒滚轮接升级爆气。其实1个升级啊，如果是倒转昆仑的话，1个升级，甚至诸葛亮可以不用爆气就可以秒掉这个 BOSS。
因为诸葛亮的升级啊可以重置6次了，对吧？这个非常变态。但赵云的不一样，赵云升级虽然说没有诸葛亮变态，跟其他人是一样的，但赵云的暴气比其他人多一个，可以重置3次。所以说赵云的暴气呢，他虽然说没有诸葛亮的升级变态，但是呢也是独一份了，他的暴气是多一个啊。所以说呢，他利用一个哪吒滚轮加一个毒镖哪吒滚轮升级暴气，也正好够用啊。所以说这点就非常厉害啊，在这里呢跟大家伙科普一下啊。所以说他不是说暴气倒转昆仑的路子，照样也能秒，很厉害啊。赵云是暴气多一段，不是升级多一段啊。好，现在选择这条道。踏死的是很好看的，兄弟们，踏死不用多说了，那相当好看。这个前搓，这感觉都不是人的啊，这个搓的方式啊，这那相当搓了啊，搓，你看，这都是第一时间，游戏有多快，它编辑的就有多快，没办法啊，可以逐帧操作啊，那就不是说人类的反应的事儿了啊。这个理论上游戏它允许它多快，它就可以多快。好，定军山打这关的 BOSS 呢，就比嫂子的血多啊，两个人就可以都爆气配合了。不过2P目前没有气，看2P呢是卖血呀还是怎么样啊？不卖，两个人都开始攒。好，这都有气了。两个人都能吃招安状，所以说打这一关呢不用留招安状啊，这关可以不用招安状直接秒这个夏侯渊。很多人说那不用就别人不用秒不了吗？不是的，主要是两个人都能吃招安状就不需要。如果两个人吃不了，有一个吃不了，那你用了也用了，你不用它也浪费了，对吧？那何苦来不用呢，对吧？第3关还会再给你一个啊。好，可以看到卡住兵，一个毒上，白鹤亮翅升级大鹏。捡起来，两个人都开始爆气，追地双白鹤，大鹏展翅，再白鹤1点，追地双白鹤，哇，太爽了啊！追地双白鹤，大鹏展翅，妈了个去啊！感觉打起来都是那样的，这种感觉，一个是两个人是过瘾。OK， 不用吃啊。当当，生命斩首时间得点，威震汉中地，一守北山，兵发北山，再进阳平关，绕到盘山路，当然两个赵云也一样啊，还是需要打气儿的，没有气儿是不行的啊。挑起来，前面左，捡起来，一顿砸呀，这个砸太爽了啊！哎呀！这个但凡这种前沿锁转身 A 前沿锁转身 A 前沿锁啊，这个就非常爽啊！直接从上路一走。哎呀！感觉什么怪都是一顿挫就能挫死啊，根本就不用考虑这帮人的感受啊，知道吧？卡卡就是干啊！好，一顿大鹏，小兔子。哎，有的时候这些小动物的宝啊，对吧？小动物的这个血也是挺爽的啊。哎，这小兔子居然不打，欺负老实人，对吧？噔，好，直接走。一会儿有一个溜达的人啊，他第一次前前锁没有用的，锁不出来这个杜康9的啊。现在需要2P 打气儿了，这种情况下，其实他的方案也要整好啊。尤其有的时候这个方案呢，他还没有
他这个光打气儿，你在打气儿的过程当中，你有点需要，他还不升级，还得把这个分数控制好啊！你不控制好还不行，这个方案很重要的啊。好，一会儿看看整个游戏当中的最弱 BOSS 梦幽啊，一个叫幽的男人。你说梦幽就是梦幽，那葛优呢？葛优怎么说呀？啊，这个毒瓶不吃吗？箭筒啊，一个毒雷啊，土雷啊，跳 A， 好的，这是用什么箭筒？果然是箭筒，准备好雷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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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这个音频包丢失，一个飞轮直接挑起来，横挑，这俩人玩什么呢？这俩人玩乒乓球呢，搁这儿，你看。赖不赖？梦幽说你俩不没完了，我操！不是我，这梦幽死的是真惨呐，我真事儿啊！这俩人搁这打乒乓球呢，太惨了，太惨了，太惨了！我你妈，我服了啊！太惨了，太惨了！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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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！好。一会儿看看夏侯惇咋死的。夏侯惇虽然说也是一管血啊，一整管血，血量不是特别多，不是首关 BOSS， 但是呢，他俩也可以选择爆气，哎，不，两个人都爆气浪费啊，哎，浪费的啊。好，一顿搓，大鹏展翅，挑起来，哎呀，听。好，炸过来，卡口盾，一个毒，直接在这毒，白鹤，前白鹤，3白鹤，左右白鹤，真鸡巴赖。最后一下挑起来，追地一挑，挑根，白鹤亮翅，最后一下挑起来，追地反挑，白鹤亮翅，跳 A， 最后一次追地，挑起来，前左一挑，最后跳 A， 万箭穿心。回马金枪啊！来看看一会儿辽神啊，打辽神毕竟是作为一个首关，而且辽神呢，这个毕竟啊，这个血量也不算少啊。就是说秒辽神的时候呢，得考虑考虑。张辽的这个赵云打张辽的血量呢，也不是那么多啊，所以说两个人的秒杀呢，可能需要另外的一种非常实惠的方案，比如说双白鹤，跟打那个夏侯渊的感觉差不多啊。进不进去？要进。这是不放必杀的秒杀吗？该放肯定是要放的。好，就吃一个神仙笔，那就是为了这个神仙石，就是为了这首神仙石啊！不要小看神仙笔，神仙笔虽然说其他的这个不是特别好，无论是神仙变还是神仙雷呀、什么蝎子、蛇呀，这都懒匣子啊！什么神仙定，但是呢，神仙石是非常牛逼的，可以直接把人这个打那么一大筷子血啊！那不是跟你嘻嘻哈哈的啊，那血量非常多了。好，来看看这种情况下，看看张辽开局一个毒镖，然后直接秒吧。我们看看是不是毒镖啊？一个毒瓶，好，白鹤亮翅撩起来，大鹏跳 A， 大鹏后手爆气，追地一挑双白鹤，大鹏展翅，追地一挑双白鹤，好，倒转昆仑爆气。这是后手一手爆气啊，没办法，这个张辽还是很肉，血量不是特别少的情况下呢，还防御力还很高，最后只能还是要用一手爆气，而且爆气就够了，不需要升级啊。这个赵云我跟大伙说过了，赵云如果作为打辅助的话，因为虽然说不能选同样的人物啊，如果正版的话，因为选关羽关系的秒杀呢，你可以选关羽为主体，而赵云呢是副主体，对吧？赵云是辅助，那么赵云辅助的话，他就有一个特别牛逼的地方，就是他的爆气，就比较厉害了。一般来讲，赵云都是作为主攻手，一手倒转昆仑，那其他角色可能他除了诸葛亮之外啊，就没有特殊角色，而赵云和赵云那就可以配合上了。那你这手倒转昆仑配合一手赵云的爆气，重置3次，相当变态啊！
好，这个地方呢也是要打的好一点儿，为什么呢？你要不好好打是不行的啊！你这个地方一定要好好打。打的话呢，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可以多加点，对吧？多加点气儿啊。这个地方虽然说，对吧？你主要是加气儿的这个比较重要。好，大鹏。小的时候感觉这一关是最实惠的一关啊，小时候最喜欢玩这一关，两个人玩，只要过了第3关盘山道，给你了大人参啊、七星灯啊，又那么多兵剑什么的，基本上第3关就稳过了吧，对吧？然后呢还能克盾书，同时呢咱们玩到这一关的时候，这一关是最简单的啊，你看啊，你这关给你的补也非常多，而且呢还会给你太平清领加太平要术。你还可以克盾书啊，就是无限克盾嘛啊！你有了太平清领之后啊，就感觉非常无敌了，所以说如果小的时候玩的话，这一关是非常牛逼的啊！啊，蹭，没费血，不需要小兔子。这里面咱们说啊，这个所有的小动物出来的这个次数最多的是啥？你看啊，这个小动物的话呢，咱们第2关上来所有的小动物就都出猪，还有兔子，还有那个小变色龙，就是绿色那个龙，然后呢再有就是那个乌龟，对吧？这都有。然后呢第3关有小兔子，刚才第4关就有小兔子，小兔子出现过3次。而那个绿色那个龙呢，在最后一关走那个雷道路线的时候也会出1次，然后第2关一堆的时候也会出1次，还有什么地方会出啊？我就不知道了啊。然后猪的话，哪里会出啊？对吧？猪的话哪里会出我就不知道了啊。好，这俩人非常同步，看不看见？非常同步啊。好，用这个挑的主要的目的是因为不加分啊，不加分好控级，而且不加分，但是它还长气，这点非常好。好，直接进窝，然后灯肯定是要打的，跳起来左右，直接走，完全不考虑这些兵啊，因为第一气儿就够了，第2呢要控分，无所谓，你看都是用跳上手来挑着打。这有飞轮加张角金，这都是神器。直接走，那个大夜包啊，感觉一点牌面都没有啊！大夜包，大鹏展翅，哇，那个去！当，好，直接挑回来。再戳，两个人都几乎1匹已经快满气了，2匹也是3个气多。这一关呢，虽然说2个 BOSS 啊，其实最主要难秒的 BOSS 啊，就是容易失误的 BOSS 还是这个吕蒙，而那个貂蝉这块吧，它不是难秒啊。貂蝉这块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貂蝉吧，它这个方案难，你当然有了方案，技术上没问题了，白鹤亮翅、倒转昆仑升级。暴气，直接够啊，根本都不需要后手，主要这手暴气太强了啊。所以说赵云跟诸葛亮，赵云都打辅助，你想想，如果有一天赵云打辅助是什么感觉啊？对吧？那貂蝉会说了，子龙哥哥啊，即使天各一方，小蝉依然。那吕布说没完了啊，赵云，看来你是真想跟我拼一下了啊！你跟我吕布拼，你有那个实力吗？啊！你一个赵云，你7进7出，你再牛逼，你一个打野，你跟我对抗路干，不等于跟电干，对吧？好 ，OK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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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好，看看萌萌，萌萌怎么说？直接飞轮，哪吒滚轮，暴气，不需要后手暴气了，是因为它是哪吒滚轮啊，不是倒转昆仑大鹏展翅过来，追地一挑双白鹤，双白鹤太过瘾了啊！哎呦，
白鹤特质啊，非常过瘾啊。好，那个酒上面写的是啥字啊？你们能看清楚吗？那个酒上写的。现在为啥不出历史人物了？他不敢出历史人物了，他怕这个历史人物出完了之后吧，让人这个误解了，对吧？那最开始那个荆轲，然后说是个女的，然后对吧？不就让人家长啊，或者是让人给告了吗？对吧？你这是误人子弟啊，是吧？现在的起名都不敢起了，以后就不敢出了啊，对吧？其实想想，我觉得大可不必啊。历史人物多贴合呀！现在出一些都是啥的，而且最近出那个新英雄不是那个什么莱西奥，他对标的就是合金弹头啊。现在这个腾讯也出了这个合金弹头的这个类型的游戏啊，也想割一波韭菜，兄弟们就是纯割韭菜啊！我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理解我说的意思，就真的是纯割韭菜。那合金弹头人气现在也不低呀，对吧？情怀这皮肤啊或者啥的，对吧？一出那个游戏也有人买是吧？也充个648什么的，那对吧？如果要是莱西奥对标马可，对标那个 Margo 啊，那就牛逼了，是不是啊？小狼上分啊，没有人跟我上，我想找个稳定的队友上啊，没有人跟我上啊。大鹏展出去。昨天视频没上传，我甚至都没有做啊，没有编辑，可以明天再编辑吧。今天我那个电脑你现在可能看不到啊，那个电脑我现在已经编辑18个视频，是前几天的啊，这2天的还得明天编辑。4大鹏，好的，白鹤亮翅。这追地大鹏双大鹏的玩法真的变态啊！好，诸葛亮出来，哈哈哈哈！诸葛亮是左撇子啊，这小扇子他妈左手拿啊！多出点三国人物多好，也不太好出。但是其实出三国你怎么说？五虎上将，对吧？已经出了，对吧？魏蜀吴3个国家的这个角色也出了，那你就是没出孙权而已啊，出的是孙策啊，因为孙策可以对标一个情侣的大乔啊，对吧？对吧？可以对标出大乔，但是你出三国角色，刘备、曹操的都有，典韦、夏侯惇这魏国的也有，但是你出夏侯惇，你再出别人，你得出个经典的东西啊，对吧？你得有经典的角色啊，对吧？你不是经典的那就不行了。你像什么曹仁这都不经典啊，黄盖啊这也不是特别经典，按理说可以说经典。现在主要是这么多女性玩家才是主要消费群体买，对吧？主要是出这个角色点卖皮肤，你们永远的对吧？他不出角色，他比如说赵云，尤其是孙悟空的这个皮肤，对吧？他出完之后，他可以大卖呀。鲁班7号的皮肤，他出完了，他只卖钱，你们永远不知道这是个游戏，它是要赚钱的啊！你们这出英雄有啥用？你像那个情敌四韩。那在国外人气多高，整成个大狼狗，这从那个原皮到现在为止，从来就没有过皮肤了，你多惨，你说，对吧？他为啥不出皮肤？本身这个角色吧就不讨喜，你得出讨喜的角色，然后卖皮肤才是一个游戏策划该做的事儿啊，这没办法啊。战国里面也有了，你像白起。按理说你应该出个什么吴起啊，对吧？你像廉颇他也出了，是不是？这该出的人家也不是不出啊，但是出完之后他也不卖座，卖不了皮肤才是他不出的主要原因，你知道吧？好，一顿锁。刚才那个可大鸭说很稳定，那行，有机会来吧啊！这个有机会可以背我啊，可以背我。啊，用大鹏展翅来躲这个全平虎啊！三国里的女性角色太少了，也不少啊。就是你像大乔、小乔、孙尚香，他该出都出了，对吧？再有你要再出一些冷门的角色，你总不至于出什么卞夫人，你哪怕你说糜夫人也不行啊。虽然说可以，你对标你本身刘备已经有 CP 了，对吧？你不能说糜夫人、甘夫人嘛？什么吴夫人，这没法出啊！你孙尚香多火呀，对吧？好的，我这也可以慢镜头的时候放盾说。
好，这时候呢，前跑让自己保持一个无敌的效果啊，后跑也是赶趟的啊。好，非常的赖啊。黄月英也没法说啊。黄月英历史当中好，这个可能是有点野史当中啊，说她是丑女什么的，还是要放了一本盾书。这是用盾书，主要是打分啊，兄弟们啊，主要是打分。这个盾书打分的话呢，一个目标5000分啊，这不是说。你可能说练这个有啥意义啊？还不如打点气呢。不是的，它主要是为了掉分啊。这15000分不是你搓几下就能搓出来的啊。蔡文姬，对啊，蔡文姬是蔡昭姬嘛啊，后来是改名了，避免他自己的那个，避免那个这个司马昭这个避讳，所以说从王昭姬改成了这个对吧？这个不是这个从这个蔡文姬改成蔡昭姬改成蔡文姬。还有像王元姬什么的啊，辛宪英什么的，但这都不好说啊。好了，招完状之后呢，一顿小白鹤，倒转昆仑，暴气升级。其实相反，越是这种套路型啊，相反还简单了啊。它技术方面上就既然都已经可以实现了，那我就最简单，就直接就秒掉就可以了，不跟你扯了啊。出个左慈是没问题的，兄弟们啊，出个左慈是没问题的。但是你出左慈的话，其实有时候也要考虑一些宗教问题，真的要考虑一些宗教问题啊。你出左慈，你有的时候因为如果按照咱们中国正统的道教的这一脉，你为啥不敢出这个左慈啊？因为他的徒弟就是这个葛玄呐、这也是咱们中国这个4大天师啊，都是民间的4大天师。出了之后，有的时候宗教这块不敢碰啊，有的游戏不敢碰的啊，对吧？你没法碰。你包括像什么南华老仙，你这个，那你要说那就有点变成什么了？那不叫王者荣耀了啊，那就叫那三国荣耀了，是不是啊？这个也能理解。很多人说水浒的为什么不出啊？水浒的不出也可以理解啊，因为水浒的话，这个他对标三国的角色太多了，你出了水浒还不如，是吧？太乙怎么说？那都是早期的游戏啊，那你已经出了，我已经过审了呀，对吧？而且也没有人找我麻烦。你像那荆轲，那就有人找麻烦，找了麻烦我就得改名。那太乙就没有人，对吧？没有人整你麻烦。太乙这没有人找你麻烦。一帮强盗怎么说？哎呦，那你这话说的，曹操都能出，是不是？曹操那还屠不成呢？那反人类罪你给他加一条吧，对吧？那老百姓何罪啊？凭啥屠人成？那人家就屠成啊？这东西。好，来看看接下来许旭怎么秒啊？这感觉他盾数特别多，他可以无限盾啊，对不对？非常变态啊！好，其实出那些角色啊，都是为了割韭菜。那你像孙悟空，他就永远只要返场啊，永远是孙悟空，就所有的皮肤什么限定皮肤返场，永远是孙悟空的这个 YYDS。交换一下将军印，因为这边可能是要放那个招安状了。毒镖招安状，白鹤亮翅，左右白鹤。好，再白鹤，跳 A 追地暴气白鹤，这俩人互相白鹤呀，这死的感觉好像比那个梦幽也强不到哪去啊！再追地白，直接转死了，两个人直接这个大转轮。非常皮啊！有的时候没办法，只能出个皮肤什么的，对吧？你像金蝉，那出个皮肤唐三藏啊，唐三藏。你这有的时候你这是没办法，只能是出皮肤了啊。涉及到真实历史当中人物，就不敢出的啊，不敢出的。但如果涉及到一些这个，对吧？小说里调侃的还好一点，还好一点。为什么不出李云龙？那个没法
你就记住，1912年以后的那更不用想了，什么人都不能不带出的啊！你出了就再见了，除非是一些虚拟的角色啊。好，李逍遥就是类似于像小说一样，因为他毕竟是对标的那个《仙剑奇侠传》那波。就是要割韭菜，知道吧？现在都是要梦幻联动的，为啥要出这个莱西奥？他就是纯对标合金弹头，他要卖钱。你们记住，永远都记住，要卖钱，卖钱才是 YYDS。你出那么多角色，他不卖钱，你们对吧？一些 BOSS 都零充，对吧？1分钱不充的一些，对吧？对于那些游戏策划来说，我无所谓了，我得赚钱啊。金蝉和唐三藏有啥区别？那猴子那个皮肤，那猴子有一个对吧？猴子有一个皮肤叫什么？叫这个美猴王。然后还有一个也是挺新的啊，就是孙悟空被唐僧给招降了之后的那一套装备的那个，我爱你妈，对吧？有这个大圣娶亲，然后还有另外一个。对吧？不一样的，一个是大圣娶亲啊，红色皮肤，还有一个是蓝色的那个至尊宝。你这菜，我跟你说，为啥这孙悟空人气太高了？真的，孙悟空人气太高了。如果说找到版权啊，因为这个在有版权的情况下，如果真的是跟上海美术这个是吧联系出版权，你不小心你再出个葫芦娃，再出一个那个葫芦小金刚，对吧？那一个人7套技能，那就厉害了，对不对？我记得以前有这样的那个刀塔角色啊，可以通过自己的这个设定，然后能这个拿这个猪合体变成不一样的这个角色啊，就像那个一念神魔那种啊，像理性可以说光性，可以说对吧？这个人性、光性或者说神性之类的，对吧？你可以出一个7个状态的，对吧？通过这个加点啊，或者通过技能的这个顺序啊、被动啊什么的，哎，或者设计成4技能角色，对吧？当然，但是你不可能整，因为这玩意儿它有版权的。你要跟上海美术，你得给他版权费，你不给他费，他能让你用，不可能让你用的啊。好，好。挑 A 大鹏，追地挑起来，就是双白鹤的路子啊！白鹤亮翅，好，落地爆气，哎呀，感觉这个赵宇的爆气太变态，确实变态啊！噔噔噔噔。SNK 的角色，你也不说给不给钱的问题，出不知火舞就是为了卖肉啊！不知火舞的人气很高嘛，大奶妹啊肯定高啊。然后再对标那个谁啊，你再对标那个这叫什么来着？对标这个，你像很多人说八神人气也高啊，特瑞人气也高，为啥不出呢？这个原因很多啊，由于技能设计啊，而且再包括以后也不好整的啊。相反，出这种人气中的角色，你像这个娜可露露，对吧？还有这个什么，你还能梦幻联动啊？你宫本武藏还能出一个霸王丸的皮肤，对吧？虽然说也是免费送，这个都是主要是为了吸引人来啊。有的人是为了吸引你来，有的人是为了吸引你来，有的就纯是为了，对吧？出皮肤卖钱的，不一样。你看霸王丸也是噬魂里的，跟宫本武藏有啥区别？那你像你要出橘右京，那你要出个佐佐木小次郎，有个橘右京的皮肤，我觉得挺好，是吧？他对标的就是佐佐木小次郎和这个宫本武藏，对吧？那按理说宫本武藏应该克制那个橘右京才对啊，事实证明好像也挺克制的啊，对吧？两个人都可以走野位啊，都是走野位。走野位的话呢，一手重伤可以克制一手，但想当年不是啊，想当年好像宫本不是这样的啊。好，一个铁莲花，一会儿看看两个马怎么秒啊，也是一样，是倒转昆仑升级暴气
基本上啊，而且还得再爆一下吧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要再爆一下啊。哪吒算《西游记》里的嘛？严格来讲呢，就是咱们中国的神话啊。一个毒，爆气爆气，双爆气，升级不需要啊，爆气，然后再利用这个杜康酒来爆气，双爆气就够用了啊，这就够用了，确实赖的啊。夏洛特这些都是噬魂里的角色啊，对，噬魂里的角色其实挺切合这个 MOBA 游戏的，因为 MOBA 游戏，你像拳皇就不适合 MOBA 游戏。你像不知火，到现在我都觉得不知火舞，你随便换个其他角色也一样的，就其他的这个贴膜也一样的。你不知就是你总感觉啊，像这种游戏它不贴合这种王者荣耀峡谷里的这种风格，对吧？非常不贴合风格啊。好，完美应该出一个成果。应该可以，为什么进度条还有这么久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应该是后面都是那个黑屏，我有印象啊，之前好像是这样的啊。你要出日本所谓的那个战国的，那也不好，那日本所谓的战国的那个，那太多了，那你出不出丰臣秀吉啊？啊，出不出啊？对吧？对吧？哈。啊，哪吒滚轮，一手爆气，后手爆气，大鹏。套路也没变啊，好，还是双白鹤。其实《西游记》目前还差一手沙悟净，但是你们也懂的，本身沙悟净这个角色吧，他就不讨喜，对吧？他就是不讨喜，你出了他也不讨喜呀，对不对？那没人用，你像八戒人气高，那现在也不太好卖。那个皮肤的，就是悟空，我跟你讲，呀，就是一种悟空。好，这个利用太清丹经来刻顿说，他想改屏幕刻的全是雨，我猜到了，他想给屏幕刻的没有，结果还不是全雨啊。万人千里。啊，有的时候可以出这个啥，你像这个云中之可以出一个皮肤，对吧？出一个稀有联动皮肤，金翅大鹏鸟，对吧？这就比较凶狠，是吧？啊，这比较狠。你哪吒人家毕竟是传统神话里就有，他封神榜也有，对吧？不是说你西游记里独有的东西。傀儡娃娃定住，左右白鹤，好，三白鹤，大鹏展翅，跳 A， 这 A 就调起来白鹤，这个白鹤是真爽啊！现在一般有版权的不会轻易出，就别人的版权，就他还得花钱买的，基本上是不会出，很少出啊。或者说，当然也有一些有版权的游戏，它现在还在运营，然后他的想法就是，哎，我到你这儿啊，没准咱俩还我求着你用我的啊，哪怕是出一个皮肤也好，对吧？也许可能你这个王者，你可能还带动我了啊，可能还带动我了，也说不定，对不对？这都可以理解啊。好，来看看，傀儡娃娃定住。这个爆气是过瘾，爆气一听声音就是重置3次啊！好，这些张灵剑4下可以重振4次啊！张灵剑就是这个特殊属性，但总体来讲呢，不需要招安状啊，赵云秒杀这个曹操是不需要招安状的。OK， 那这就是来自于《三国战记 Plus》双云极限和秒20啊。小狼解说过一次，当时可能是用了2个皮，这是用的原皮啊，都是原皮。在片尾的最后呢，也是感谢大伙收听。虽然说是经典回顾啊，但是我狼现在呢也今非昔比，其实也没好好解说呀，我他妈全在搁那吹牛逼呢啊，哪解说了呀？但是关键时刻该说还是要说的啊。OK， 感谢大伙的收听，我们就下期再见吧。